你脑子是不是坏了呀？让他们两个进来看毛毛啊？你忘了他们以前怎么对你了？你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今天你开了这个头，那以后他们经常可以来了。那又不是我让他们来的，那他们都来了，我也不能赶他们走啊。兰心怎么来了？啊，对啊，你说老太太来吧，我们毕竟以前那么多年了。兰心今天来，我也觉得奇奇怪怪的。她走了之后，我坐在这儿半天都没缓过神来。兰心说什么了？她说，我自从跟你结婚了之后，变得又年轻又漂亮了。还有呢？哦，她还说她不相信毛毛是老刘的。他当着高红的面这么说呀？高红进去看毛毛了，他坐到这儿跟我说的。他就一直在这跟你说话，他没去看毛毛啊？高红跟我说话的时候，他进去看毛毛了。哎，这两人挺奇怪的，看孩子还轮流去看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这什么呀？今天我跟妈去了于小强家，这是我偷偷剪的孩子的头发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万一伤到人家孩子怎么办呢？妈，你放心啊，我是用剪眉毛的小剪刀剪的，我剪完了，孩子还在睡觉呢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您不是一直耿耿于怀这孩子是不是老刘的吗？要不然你也不会拿着老刘的百日照片跟于小强说，跟老刘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。哎呀，这跟偷偷剪孩子头发它是两回事儿，好不好啊？安心啊，这事儿你做的太过分了。哎呀，妈，这孩子要真是刘家的，那可是您的孙子，光耀的儿子，那也是我的孩子，对吧？行了，别说了，孩子不是我的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啊。你是不知道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子，妈可知道啊。而且我见过这孩子，跟你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啊。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这孩子太有可能是你的孩子了。好了，你们别争了。有了头发，我们就可以去做亲子鉴定啊，对吧？那我在这里表个态，如果鉴定结果出来证明孩子是老刘的，我坚决支持要回抚养权。你以为做个亲子鉴定这么简单？那需要正常的手续和相关的证明，而且孩子的妈妈得同意。于小强能同意吗？我剪这头发不就是想绕开于小强吗？你忘了，我有个闺蜜在权威的医疗鉴定机构工作，我去找找她，这规定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对吧？南心，你别捣乱行不行啊？别说这孩子不是我的，就说他真是我的，
我和于小强已经离婚了，这孩子我也不要。哎，怎么能不要了呢？兰心不说了吗？要回来呀，要回来啊！我来养。哎呀，孩子，将来我们财产不都给他吗？兰心呐，你放心啊，要是你跟光耀生了孩子，我财产就全部给你的孩子，啊。妈，不说这个。如果您信得过我，这事儿就交给我去办。那医疗鉴定无非只有2个结果：一，孩子是老刘的，那么我们坚决要回孩子的抚养权。兰心呐，你太通情达理了。2，如果孩子不是老刘的，从今以后，我们跟于小强永不往来。我得去趟他们家，干嘛呀？还礼啊！还什么礼呀？人家今天来看孩子，不是送了红包送了礼吗？你听我说啊，如果是亲戚今天来看孩子，那不用还礼，那是自家人。可今天来的是客人，客人送礼了，我们就得还礼。我包家明就得代表我们全家去还一份礼，这叫礼尚往来。看什么呢？你真要去做亲子鉴定吗？妈，你没看妈那急切的样子，这事儿啊不水落石出，大舅谁都甭想踏实。睡吧，我到客房睡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些话说白了就没意思了。你不说白了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让我说，好，南心，我觉得你有些事情做的有点龌龊。龌龊？你怎么会说我龌龊呢？是你自己做出来的，你想想看，人家误发了一个邮件，你就让我把凯西开除，还有，你拿着剪子去剪一个婴儿的头发，这种事情你怎么做得出来？这不是龌龊是什么？我不觉得龌龊，我这都为了你。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为了什么你自己最清楚。我是清楚，我是为了我们来之不易的家，为了家，为了你，我做什么都在所不惜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谁呀？阿姨，是我。怎么是你啊？昨天您到我家来，又送礼又给红包的，我老婆说她特别不好意思，今天非让我带点礼物来看看您，礼尚往来嘛。欢迎欢迎，包家明啊，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阿姨还能把你挡在门外头吗？请进，请进，里边坐。来了，礼物。哎呦，你可别，我可不敢收你的礼物，你还是先说事儿吧。没事没人，这可是我亲手设计的，师傅手工缝制的，独一无二的，不看看吗？哇，这是你设计的啊？好漂亮！真找戏吧？那我去试一下。快去快去！
阿姨，这么大房子，你平时就一个人在家？兰心不上班，也住在家里，现在有事儿出去了。啊，他脸皮可真够厚的啊！那时候都把咱们家小强说成什么样了，昨天居然还有脸去看他，真做得出来。哎呀，不就是知道错了去道歉吗？小伙子，你呀，气量放大一点。啊，算，不谈这个，咱来谈毛毛吧。你看这毛毛多可爱哟！可不是嘛，阿姨，您别看啊，他才3个多月，可有音乐细胞了。每次他哭的时候，只要我给他一弹吉他，马上就停了，还跟着手舞足蹈的。没准以后啊，还会是个音乐家呢。而且他还特别有运动天赋，我带他去游泳，他就特别高兴。什么？小孩才满100日呢，你就把他带去游泳馆，太危险了。不是游泳馆，是婴儿游泳会所，跟国外学的。您这就落伍了吧？那也不行啊，真要出了事儿，你得负责啊。我当然负责了，我是他爸呀。是吗？你等等啊，我拿样东西给你看。怎么样？好看？我觉得你太牛了，兰心，这衣服真好看。哎，错，可它这么正式，我什么时候穿啊？什么时候都能穿，保证回头率的。以后你的衣服我包了。你太好了，兰心。那咱们现在能说正事儿吗？要不然我怎么穿着这么不安心呢？行。帮我做个亲子鉴定，这关系到我的幸福。对不起啊，我原来呀一直以为毛毛是你和于小强的孩子，可是我昨天见到之后，我100%确定，毛毛是我们家光耀的儿子。原来这才是你去我家真正的目的啊！啊不，看小强也不是假的，想确定一下也是真的。哎，你看这张，这是我们光耀100日的时候照的。你要不相信，拿回去跟毛毛比一比，你绝对认不出来他是2个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还用得着说吗？阿姨，拿着照片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，毛毛现在是我跟小强的儿子，我包家明才是他的父亲。那是你以为，如果是科学认定呢？算了，不急啊。反正啊，没做之前呢，什么都不好说。做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们要去做亲子鉴定？科学。你觉得小强会同意吗？如果当初你们对孩子能有一点点的疼惜，对小强能有一点点的尊重，就不会到现在这个地步。小强不同意，并不表示不能做呀。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。你刚刚说小强不同意也能做，是这意思吗？好了，包家明先生，你送的回礼呢，我也收下了。要是没什么别的事儿，阿姨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不会走的。什么叫小强不同意这亲子鉴定也能做？怎么做？哎呀，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。只要毛毛不去，就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去你的可能！我才去你的不可能呢！你年轻人讲话也太没有礼貌了。本来昨天兰心做这件事情我还骂他呢，现在看来我还要谢谢他了。要不是他剪了毛毛的头发，今天还没有办法去做亲子鉴定呢。他剪毛毛头发了？没错，包家明啊，孩子是不是你的不是你说了算，等亲子鉴定之后啊，科学说了算。你说兰心昨天去我家剪毛毛头发了？怪不得你今天底气这么足，怪不得兰心昨天假惺惺的去看毛毛，原来这根本就是个阴谋。好了，我
我说错了，行吧？没有亲子鉴定，没有剪毛毛头发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总有一天我们要做亲子鉴定，到时候一切就真相大白了啊！然后呢？毛毛就归你们了。我老糊涂了，我说错了，行不行？你就当我刚刚什么都没说，行不？你们处心积虑的跟我抢儿子，这么无耻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年纪大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但是别让我再看到兰心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以后你们刘家任何一个人都不许踏进我家，任何人都不许接近毛毛。这种事情以后不许再发生。对不起，兰心，这个忙我真帮不了。这不是一件小事情，这是关乎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的大事。我要是帮你做了这件事情，我就没有资格从事我现在的工作，我不能够突破我的职业道德的底线。而且兰心，我是真没想到，你竟然敢偷偷剪了孩子的头发，再拿着老刘的头发来找我做亲子鉴定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不是大梅，你听我说呀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要当我是朋友，你就不要再为难我了。大梅，我不是想为难你，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我可以跟于小强斗，可是我怎么斗得过孩子呀？那这跟孩子做亲子鉴定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鉴定结果出来，能够证明孩子不是老刘的，那老刘和我婆婆就会对于小强彻底死心。我婆婆答应我了，她会断绝一切和于小强的往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头发是老刘和孩子的，鉴定结果肯定是父子关系啊。头发是我的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拿着你的头发和老刘的头发来找我做亲子鉴定，然后让我说孩子不是老刘的？大梅，你放心，我只要一个结果，你只要替我保密，我保证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。我告诉你，兰心，首先，你跟你婆婆和你丈夫撒了一个非常非常低级的谎话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戳穿。第二，我们两个是闺蜜，我就当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没发生。第三，去看心理医生吧，这个忙我是可以帮你的，只要你想去，你随时来找我。怎么了？你跟他们说什么了呀？你看什么？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呀？问你话呢。你知道昨天兰心来干嘛吗？她剪了毛毛的头发，拿去做亲子鉴定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高红军跟我说的。干嘛去啊？我要去找兰心，我跟她拼了！我要去你一个人去，你把孩子给我。你说他怎么这样？他疯了吧？他跑到我们家里来剪毛毛的头发。谁让他进来的？是不是你放他进来的？你怎么想到一出是一出的？以后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你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？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做？你让我想想。你不用想了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。哎，抱孩子跑公司干什么来了？
你怕如果孩子是你的，你无法面对，是不是？是。但是你没有选择，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你说小强怎么还不联系我？我干嘛去他们家？干嘛找他们吵架？我干嘛把兰心剪头发的事告诉小强啊？我不能让他们得逞。于小强、刘光耀把你们的申请文件和身份证明给我。现在轮到我们了吗？还要稍等一会儿，前面还有一件。你能不能帮我先抱一下孩子？干嘛呀？他饿了，我得给他冲奶粉。哦，这怎么办？我这个。拖着脑袋。哦。这边拖住了。慢，不哭，乖，不哭了，好乖，哦。小猪，胖乎乎，让它睡觉，它呼噜噜。小猪，呼噜噜。小猪，呼噜噜。嘿，你看我一抱他不哭了。哎呦，这样他窝着难受，拿着先拿着，拿着。好。哦，它特软和，嘿。妈给你吃啊！饿了。
赶紧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的。打什么车呀？现在正是高峰期，车可不好打了。再说天这么凉，再给孩子冻着。上车吧，啊，走，来吧。孩子不会晕车吧？不晕。带孩子是不是挺累的？你好好开车吧，别说话了。好。把孩子给我。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麻烦你送我们回来了。我应该的。那回去吧。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我有话跟你说。有什么话不能家里说呀？我怕回家被妈骂。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。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先原谅我，我再说，行吗？哎呦，咱们这两口子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？你说是了。今天我去找大美做亲子鉴定，我太着急了，我把装有你和毛毛头发的包给落在出租车上了。等我见到大美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也是呢。你说我那么多包，我偏偏把那个丢了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这事儿啊？头发丢了，丢了亲子鉴定就做不成了。丢就丢了呗，不做就不做了，怎么了？好，这事儿咱们到此为止，今后谁也不要提了，好吧？回去怎么跟妈妈交代啊？妈哪儿我说，我就说我丢了。不行，妈肯定不会信的。哎呀，都怪我！你说我跟妈信口开河的说什么呀？要不然我干脆承认了吧。妈怎么骂我，我都认了。不是你倒提醒我了，如果妈真不信，她还非要做这个亲子鉴定，她去找小强了，小强答应她，这事儿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为什么？于小强绝对不会同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孩子根本就不是你的呀。于小强要是答应做亲子鉴定，等于自取其辱，那等于昭告天下，他于小强在外边有人呢。等我想想，有道理。
你说的有道理。怎么还玩啊？为什么不吃饭啊？说话。生气了？生气了就说，别给我挂了，小心我揍你啊！听见没有？别玩。你怎么了？问了你半天，你也不说话，别跟个小孩一样在这使性子。我就知道我在你眼里是个小孩，所以你什么事儿都不告诉我。你想知道什么事儿啊？今天为什么是刘光耀送你们回来的？那个点儿外面打不到车，我抱着毛毛胳膊都酸了，街上又冷，就顺路把我送回来了，怎么了呀？那你干嘛不接我电话？后来还关机了。你每次打我电话一打起来就没完。我有事儿吗？完事儿了我就给你回过来了嘛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跟刘光耀干嘛去了？我问你话呢，什么事儿啊？说话呀！你跟他干嘛去了？你不说是吧？我明天自己问刘光耀去。我带着毛毛跟刘光耀去做亲子鉴定了。你去之前有没有想过要问问我的意见？我当时就是一时冲动，做完了，现在我也挺后悔的。我怕你生气，所以就没敢跟你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总是拿这件事说事儿，我受不了了。为了毛毛，还有我的清白，我要还给他们一个真相。那就不是一时冲动了，你早就想做了，是不是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是。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想过。什么感受？不好受。滚蛋！你知道我不好受，你还这么做。掉了啊，掉了。他心里紧张啊，那东西不是正道来的，再加上手忙脚乱，那可不就掉了吗？那就是说做不成亲子鉴定了。那除非您再弄一缕头发去。我做不出来，我。所以这事儿咱也先放放，好吧？啊，哎，光耀，我可是抱过毛毛的呀。啊，哎呦，那个孩子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呐。你们两个人小的时候的照片可通用啊。
我看您就是想孙子想的。还有啊，我跟你讲件事儿啊。您说。那个，今天包家明来过了。他来干嘛呀？他说是来回礼嘛，毕竟我给孩子包过红包，人家说来回礼，我也不能把人家挡在门外边，是不是啊？我就请他进来了，结果跟他聊着聊着，我就把你小的时候照片给他看，明明你跟毛毛长得一模一样，他非要说他是毛毛的爸爸，结果他这么一绕，我这么一急，我就不小心说出兰心剪了一撮孩子头发，要去做亲子鉴定的事了。不，后来我是否认了。可是包家明好像已经听进去了。我今天一天呐都心神不宁啊。哎，他跟那个于小强有没有去找你啊？那倒没有。哎呀，那就好了。我还一直担心呢，他们两个人去找你跟兰心拼命呢。不会的，真要找就找呗，有我在呢，您甭怕。你不知道啊，我今天呐。连见到兰心我都心虚呀，一不小心呢，把她偷剪头发的事情说出来了。哎，也好，名不正言不顺弄来的头发掉了也就掉了。就是，所以说嘛，这亲子鉴定的事儿你就别再想了，好不好？啊？好，哎，我可以不想了啊，反正现在做不做亲子鉴定对我来讲毫无意义。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刘光耀，儿子是你的。我知道。怎么又是你们啊？一个大床房，结婚证啊？没带，我们就用身份证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俩是合法夫妻。合法夫妻？你们俩，可怎么看也不像合法夫妻啊？怎么证明啊？啊？哎喂你，我你们俩在干嘛呢？你报警吧。生命中的相遇是缘来又缘去，你是否会在意
我孤单的美丽。岁月慢慢老去，是否还来得及说一声在一起？真的不容易。爱情的故事有悲也有喜，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。生活在继续，难免有风雨，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。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在哪里？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不会再分离，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，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永远不会再分离。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为了幸福，我们